歡迎來到新聞頻道，明星們很高興您訂閱了該頻道。離過年不到2個月，34歲肖戰傳來2個喜訊，王一博當初沒說錯。2026年剛開年，娛樂圈就迎來了一波熱鬧的頒獎季。34歲的肖戰在這個時間節點上收穫了2個好消息，一個是2025微博之夜上拿下多個獎項。另一個是確定主演懸疑新劇《十日終煙》即將在4月開機。這些年，他從《陳情令》裡那個讓萬千少女心動的魏無羨，一步步走到今天被行業認可的實力派演員，這條路究竟有多難走？當年王一博那句"那更好了"的評價，是不是早就看透了什麼？2025年對肖戰來說是個分水嶺，《藏海傳》這部劇在燈塔、雲和、貓眼3榜播放量上位居年度第1，這個數據放在整個行業裡都算得上現象級。很多人可能會說，流量明星的劇收視高不是很正常嗎？真不是這麼簡單。現在觀眾的眼睛越來越毒，一部劇要是只靠顏值和粉絲基礎，根本撐不到播完就會被罵上熱搜。《藏海傳》能有這樣的成績，最關鍵的還是肖戰在劇裡飾演的復仇謀士藏海這個角色立住了。這個角色的難度在於，藏海表面上是個運籌帷幄的智者，骨子裡卻藏着深仇大恨。肖戰在詮釋這個角色的時候，把那種隱忍克制的情緒處理得特別到位。特別是雪地哭戲那場，很多觀眾看完都說被他的眼神給鎮住了。那種崩潰不是靠嚎啕大哭來表現，而是通過微表情的變化，讓人看到一個人精神防線徹底崩塌的過程。這場戲後來被剪成各種視頻，在社交平台上傳播，不少專業影評人都拿出來分析他的表演層次。拿下3平台年關這件事，讓肖戰在行業內的位置發生了實質性的改變。以前很多人提到他，第一反應還是流量明星粉絲多，現在再聊起來，大家會說演技確實可以，作品擺在那兒。這種轉變看起來簡單，實際上是他這幾年一部部作品累積出來的結果。2026年1月，2025微博之夜的評選結果公布，肖戰拿下了年度星光人物 TOP3 這個分量很重的榮譽。更讓人意外的是，他參演的幾部作品也分別獲獎，《德賢景致》和《射鵰英雄傳》被評為年度喜愛電影，《藏海傳》獲得年度喜愛劇集。一個演員能在1年內有這麼多作品同時獲得認可，這個概率在娛樂圈裡真的不高。《德賢景致》這部電影裡，肖戰飾演的是個市井鉗工，這個角色跟他以前演過的那些古裝美男完全是2個路子。鉗工這種職業本身就很接地氣，要演出那種生活氣息和煙火氣，對習慣了演偶像劇的演員來說是個不小的挑戰。肖戰為了演好這個角色，專門去工廠體驗生活，學習鉗工的工作方式和說話習慣。電影上映後，觀眾普遍反映他把這個角色的質樸感演出來了，沒有明星架子，看起來就像身邊真實存在的普通人。《射鵰英雄傳》作為金庸先生的經典武俠作品，被翻拍過無數次，每一版的郭靖都會被拿出來比較。肖戰演的這版雖然也引起過爭議，但最後上映的成績和口碑都還不錯。他把郭靖那種憨厚耿直的性格特點抓得很準，沒有刻意去耍帥，而是老老實實按照原著裡的人設來演。這種選擇看起來保守，實際上是最聰明的做法。因為觀眾對經典角色的期待就是希望看到最接近原著的樣子。提到肖戰，就不得不說《陳情令》。2019年這部劇播出的時候，肖戰和王一博2個人的 CP 火遍全網。當時有個細節，劇組在拍攝期間做訪談，王一博評價肖戰的演技說了句"那更好了"。這句話在當時看起來就是普通的誇讚，
現在回頭看，還真是一語成讖。《陳情令》的成功讓肖戰一夜之間成為頂流，粉絲數量暴漲，商務代言接到手軟。那段時間，他的每一個動態都能上熱搜，機場照、路透圖、參加活動的視頻，只要跟他有關的內容，轉發評論量都是10萬加起步。這種狀態看起來風光無限，實際上是把雙刃劍。流量來得太快太猛，很容易讓人迷失在這種虛假的繁榮裡。更危險的是，外界會給你貼上流量花瓶的標籤，覺得你只是靠臉吃飯，沒有真本事。肖戰顯然很清楚這一點，他在《陳情令》之後接的幾部戲，都在刻意規避那種純偶像劇的路子。夢中的那片海裡飾演的蕭春生，是個跨越3個年代的角色，從青年演到中年，這對演員的表演跨度要求很高。《驕陽伴我》裡的盛陽是個職場新人，這種都市劇需要演員有生活化的表演質感，不能飄。每一部戲他都在嘗試不同類型的角色，用作品來證明自己不是只會演古裝美男。這個過程很煎熬，因為觀眾的期待值已經被《陳情令》拉得很高，後面的作品稍微有點不如預期，就會被拿出來批評。網上經常能看到有人說還是為無限經典後面的角色都沒靈氣這類評論。面對這些質疑，肖戰沒有急着辯解，而是繼續踏踏實實拍戲。他很清楚，想要擺脫流量標籤，只有一條路，就是用過硬的作品讓觀眾閉嘴。娛樂圈對演員的年齡一直都很苛刻，特別是男演員過了30歲，市場上適合的角色就開始變少。很多流量明星在紅了幾年之後，就會陷入轉型困境，要麼繼續演偶像劇，但觀眾已經審美疲勞，要麼嘗試轉型，但缺乏說服力。肖戰今年34歲，按理說應該是最焦慮的時候，但從目前的狀態看，他反而越來越從容。年齡對他來說不是負擔，反而成了優勢。34歲的男演員演青春校園劇已經不合適了，但演職場劇、年代劇、懸疑劇正好處在最合適的年齡段。觀眾看這類劇的時候，需要演員有一定的人生閱歷和沉澱感，太年輕的演員演出來會顯得單薄。肖戰這幾年積累的表演經驗，加上他本身沉穩內斂的氣質，正好適合這個階段的角色定位。小城良方在2月初殺青，這部劇目前還沒有太多公開信息，但從題材類型來看，應該又是一次新的嘗試。肖戰的團隊在選劇本這件事上一直比較謹慎，不會盲目追求數量，而是更看重劇本質量和角色的可塑性。這種選擇策略在前期可能會錯過一些機會，但從長遠來看，對演員的職業生涯發展更有利。4月即將開機的《十日終煙》是肖戰接下來最受關注的項目。這部劇改編自知名懸疑小說，原著粉絲基礎很大。肖戰在劇裡飾演的旗下是個心理學碩士，這個角色設定本身就很有挑戰性。心理學相關的角色需要演員有很強的邏輯思維能力，表演上要體現出這個角色的專業性和知識儲備，不能演得太飄或者太裝。懸疑劇這個類型對演員的要求跟偶像劇完全不同，偶像劇可以靠顏值和氛圍感撐起來，懸疑劇需要演員有足夠的表演張力去支撐劇情的推進。旗下這個角色在原著裡是個很關鍵的人物，他的一舉一動都可能影響整個故事的走向。肖戰要演好這個角色，不僅要理解人物的心理動機，還要處理好跟其他角色之間的關係，這個難度不小。從《藏海傳》裡的復仇謀士，到《十日終煙》裡的心理學碩士，肖戰選擇的角色類型越來越偏向需要內心戲和思維深度的人物。這種選擇路徑很明顯是在往演技派的方向發展。他沒有停留在舒適區，而是不斷挑戰自己不熟悉的領域，
這種態度在娛樂圈裡其實挺難得的。很多演員在找到一個成功的人設之後，會反覆吃這個人設的紅利，不敢輕易改變，怕失去現有的粉絲和市場。肖戰不是科班出身，這在圈內一直是個被拿出來討論的點。很多人會拿科班和非科班來劃分演員的專業度，覺得沒有經過系統訓練的演員，表演上肯定有短板。這種偏見在娛樂圈確實存在，特別是在一些學院派的評委眼裡，非科班演員要得到認可，需要付出比科班演員更多的努力。肖戰早期確實被這個標籤困擾過，《陳情令》火了之後，有不少聲音質疑他的演技，說他只是運氣好碰上了一個好角色，換個劇就不行了。這種質疑對任何一個演員來說都是壓力，特別是對非科班出身的演員，這種壓力會被放大，因為你沒有專業院校的背書，沒有老師和同學的資源支持，所有的一切都要靠自己去摸索和證明。他選擇的方式是扎進劇組，用實際行動來提升自己的表演能力。拍《夢中的那片海》的時候，為了演好跨越3個年代的蕭春生，他研究了大量那個年代的紀錄片和影像資料，觀察不同時期人們的穿着打扮、說話方式、精神狀態。拍得顯緊緻的時候，專門去工廠待了一段時間，跟真正的工人師傅學習他們的工作節奏和生活習慣。這些準備工作外人看不到，但最後都會體現在表演的細節裡。到了《藏海傳》，肖戰的表演明顯又上了一個台階。很多觀眾看完都說，看他演戲不會出戲，能讓人完全沉浸在角色裡，忘記他是肖戰。能做到這一點，說明他已經找到了屬於自己的表演方法，不再是照搬教科書式的演技套路，而是融入了自己對角色的理解和詮釋。這種狀態對非科班演員來說，是最難達到的一個階段。回到最開始的2個喜訊，微博之夜的多個獎項和十日中煙的新角色，表面上看是2026年出的好消息，實際上是這些年積累和沉澱的結果。肖戰從2019年因為《陳情令》爆紅，到現在2026年，整整7年時間。這7年他沒有被流量沖昏頭腦，也沒有在遇到質疑的時候放棄，而是一直在用作品說話。每一部戲的選擇，每一個角色的打磨，每一次公開場合的表現，都在一點點累積他在行業內的口碑。現在回頭看《陳情令》給他帶來的流量只是個起點，真正讓他站穩腳跟的是之後那些被低估的作品。夢中的那片海讓他證明了自己能駕馭年代戲，驕陽伴我讓他在都市劇領域站住了腳。藏海傳則是一次全面的爆發，把他的實力完整的展示在觀眾面前。王一博當年說的那更好了，現在看來不只是客套話，而是一種對同行的認可和看好。2個人在《陳情令》劇組朝夕相處那麼久，彼此的專業度和態度都看在眼裡。王一博能說出這樣的話，說明他確實看到了肖戰身上那種對表演的認真勁兒。這種認真在娛樂圈裡聽起來很基礎，實際上很多人做不到。特別是在名利面前，能保持初心的人不多。距離過年不到2個月，這個時間節點收到2個好消息，對肖戰來說是個不錯的開年禮物。更重要的是，這2個喜訊給了外界一個信號：34歲的他不是職業生涯走下坡路，而是剛剛進入黃金期。接下來的10日中煙會是一次新的考驗，但從他這些年的表現來看，這個挑戰他應該能接得住。34歲的肖戰用7年時間，完成了從流量到實力的轉變。微博之夜的多個獎項和十日中煙的新角色，只是這個轉變過程中的2個節點。娛樂圈從來不缺流量明星，缺的是能把流量轉化為長期價值的演員。
肖戰目前走的這條路雖然慢，但很穩，每一步都踩得很扎實。王一博當初那句"那更好了"的評價，現在看來真的沒說錯。